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你们的酒仙小姐姐菲菲，我们的老朋友了，Tyson 哥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准备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最近的挚爱，就是来自苏格兰低地地区的威士忌 Lowland。然后今天分享的这3瓶是小众之中的小众啊，也许你可能都没有听说过他们的名字。其实我觉得整个 Lowland 的都没听说过，本身就很小众，好吧？我们今天要分享的3款酒，它分别是班纳赫的15年，还有 Desmil 的一个2009年的夏季版，然后还有最后一个 Archantash 21年。来，我们从第1号开始喝。就是这个味道。对，就是这个味道。就是这个味道，它有点像那个梨，拿那个梨去熬到后面变成浆的那种感觉。而且它一点都不腻，这个酒就是好清爽的那种。这味道是一闻就好特别，是不是很好闻？那后面我不知道它其他基地也会不会有这种味道。哦，我曾经给我一个朋友喝，跟他分享这款酒。他之前我在这款酒之前，我给他喝格兰庄那个26啊，反正就各种高年份雪梨桶，各种喝。然后在喝到这款酒的时候，就是喝低地的酒，他就觉得哦，好香，特别香那种香。我真的是太香了，太香了，而且它关键它香到让我觉得它那个有点假，那个味道。它不是假的呀，就它在尾段那一下。的一下出来的那个香气，而且酒精感是很对，包括那个香料的味道，哇，一下子整个弥漫开来。这个绝对，我觉得他没有必要去做这个假。就它那个香料味道，不像是说从酿造出来的，有点像就是说添加剂添加进去的那种，就已经香到那个份儿上了。对，就太香了那个味道，而且其实它整体来说，它的那个麦芽香气啊，包括它那个水果香气都还挺好的，只是到后面那一下那个香料的味道一下啪一下盖上了。好，下一款，你看我这酒我都已经快喝没了。来，我们来查一下第2款。这款酒是没有喝过的。这个不一样。有没有那个雪梨桶，然后又变香了的那种？就是有点像那个奶油威化饼干。这个能闻见出来很浓的焦糖味儿，巧克力的味道。融化了巧克力的味道。这个酒应该是我们没有喝过的。这个好喝，这个是你喜欢的，是吧？因为这个浓郁有点，就是它有点，就很像格兰庄那个的就那个油脂感。它可以拉得好长。你看我一直喝那么长，就一直那么长时间，而且你知道它所就那个熬的那个梨的那个香气，你知道它出现在什么地方？它出现在最后的那一部分，会出来一个梨的香气，这很不错。就这个是真的之前在 Speyside 或者是说其他喝不到的那个味道，没有，从来没有喝过这一个味道。其实这2个味道都是第一次喝到的，真的。是吧？今天是不是？对，真的都是赚到了，是不是？我觉得都很好。试一下第3个。今天这期视频是我。这个是啥味？塑料的。是塑料的味道。有一股重的塑料味。但是你仔细闻，它有第1款的味道在里面。其实我觉得它更多一些坚果的味道。我刚想说有点像 Speyside 特有的那种味道。对，它很重的一股坚果的那种味道。对，它油脂感很强，它闻起来油脂感就很强了。这个你喜欢？还好，其实也很舒服，入口很柔滑，很柔顺，然后呢很鲜甜，就吃了一口奶油的那种化开就慢慢化的在嘴巴里面。它很特别的是它的尾感，它尾感里面那个油脂感里面夹着一个非常特别的那个薄荷叶的味道。那薄荷叶再夹在里面，这个也是之前真的完全没有喝到过。哇，它那后面，它刚好它那个薄荷叶可以把之前的那个油脂，就是说或者是它那个奶油的那个盖过了，一
下子化冲下去化掉了，那你想忍不住赶紧再来一口，我这个很厉害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个有一种更上一层楼的感觉？就今天喝的这3款酒，在平时我们喝的所有的威士忌里面都喝不到这3个味道，而且是那种可以让人记忆犹新的味道。你一定会选中间的那个，或者最后一个。我喜欢它的这个味道，它这个味道我就真的觉得太美了。这个很柔和，很平和，然后味道很长，但是呢，它缺少了一种力量。对，突然啪的一下给你的，就是说让你眼前一亮的那种感觉。它很好，你需要慢慢的去欣赏它。我这一款它后面的那个微软真的是太漂亮了，就像2个爱不释手的。你可以选2个。我会选这个。我的理由是，这个后面的甘苦有一点点甘苦，我不是特别喜欢，但这个我是会觉得，好喝不腻。我选它。然后选它这个。好了，请导演给我们执笔，我们把答案写下来吧。好了，我们俩选的不一样。我第一个，咱俩只有第一个是一样的。Decimil 是对的，是一样的。第二个我选的是那个邦纳赫的15年。好了，请导演帮我们揭晓答案吧。好，贝姐全对。哇塞！好了，导演已经帮我们揭晓答案了。我们刚才喝的第一瓶，然后我们俩唯一一个同样的答案是这个 Decimil 的2009。因为它那个雪梨浆的味道真的是太好，太特别了。然后中间的这瓶呢，很漂亮的方形的，这个就是 Bonnac 的一个15年，而且它有一个，我记得它里面它这个名字啊，这个Ardela，那是什么？翻译中文应该叫什么花开富贵的意思。那怪那么香。然后最后一瓶呢，就是最近我的最爱，就是阿肯塔是这瓶21年的。但是你刚才没选它。我没选它，我选了，但是当我告诉你们多少钱，这瓶酒200多，200多贵，反正就是差不多260到280这个区间。它本身这个酒厂其实是怎么说呢？就是一个农庄，就是个农庄，就是他们不耕种的时候就去酿酒了。酿酒的时候就不耕种这种，所以你们只可能看到它的 winter 和它的 summer， 因为大家想一下，你到 summer 的时候你没办法耕种嘛，它就去酿，这个酒厂就去酿酒了。然后到冬天的时候，它又没办法去耕种了，然后它又去酿酒了，所以它一年就只有2款，而且它的产量是非常非常少的。就相当于寒暑假没事做了，没事做的时候就酿个酒，但是我觉得人家这个酿的酒真的是很好喝，而且它产量很低了，它产量特别低，它一年的产量可能也就是100桶左右，但是没有多少嘛。对，所以每个地区其实是有分的哈。其实美国版的，因为像美国版的，它总共才1680瓶，好少。就在众多茫茫的威士忌当中，我就看到了这瓶酒，喝到这瓶酒，我觉得眼前一亮的那种感觉。尽管它200多，稍微有点小贵，但是会觉得值得这个价钱。然后第二个，这瓶酒呢，我们之前尝过它的25，这瓶酒46.7度呢，我们完全没尝出来酒，完全喝不出来酒精感。然后呢，这个之前我们就是唯一喝的一个低地的，也是他们家的，就是25年，当时卖个500多块钱美金。然后当时我们俩就觉得，那个酒好好喝，但是完全不记得什么味道。然后它的价钱大概也就100多美金，没有到200。其实这款酒还挺便宜，而且它包装特别因为它这个包装其实是好沉。对，它在17年的时候才新出的。而且你们看，它用的是这种金属盖子，还蛮漂亮的。它也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酒厂，一个特别小的 ，lowland 特别小的，对，一个特别小的一个酒厂。然后之前一直也是在给别人供应原酒的，然后自己基本上自己不会有那个就是自己装瓶出来，那也是到最后就说才开始去做，对。我们现在才能说去喝到品尝到它的味道。那这个酒我会推荐我的朋友去买去喝。我觉得100多块钱是吧？是吧？我推荐这个酒，真的特别的舒服。来，讲到你的最爱了，阿肯塔是这21年，这款酒43度。
然后 Limited A Release， 然后这个酒也是一个 Single Malt。这款酒呢，上次有人给我留言跟我说，让我聊聊苏格兰的三蒸。三蒸不是只有爱尔兰的威士忌才会三蒸。其实就是说苏格兰、爱尔兰其实本身来说，在威士忌的起源上啊，很多人就一直在争吵嘛，应该是从爱尔兰传到苏格兰的，它的3次蒸馏，然后但是到后面其实大家再做3次蒸馏就很少了，很多都转成了2次蒸馏，因为觉得3次蒸馏会把那个太多的那个味道蒸没了，去掉了。你觉得今天去没了吗？去我觉得还好哎，而且它入口的那个柔滑度啊什么的，当然可能会比一些就是说好像 Speyside 那边来说的话，它确实柔了很多。低地的酒真的是很柔和。这款酒大概要到256的价钱，对，就21年。我当时就它有一个很好看的盒子，然后我当时开了之后，其实喝了第一口的觉得还行，就是还行，因为256，其实闻味道真的不怎么样，就闻起来味道也不香，也没有记忆点，然后。可能这瓶酒可能在我的酒柜里已经放了3个月了，我是这2天才开始喝的。是小伙伴们有人跟我说，你聊聊三蒸，然后他说三蒸，那我们顺便开一个DD，就开 Arctic 的21，因为它也没有低年份，它也没有高年份。有一款没年份的，没有年份的啊，那没有年份就算了，我觉得这个就还行吧，就是稍微可能有点贵，我觉得。其实我觉得还好啦，如果是这个价位，然后喝到它这个水平的话，其实我觉得是你是会买的。对，我觉得是值得，就值得去买的。它真的很惊艳。仔细喝，就这款酒是那种值得细品的那种酒。这几个酒比较适合纯饮。可以。我觉得这是近期我们做视频我最开心的一期。三款酒都好喝。而且都是给这种，就有一些酒是那种喝了就可以眼前冒光的那种感觉。好的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记得给我们点赞、关注哦。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让我们帮大家尝的酒，或者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，记得给我留言。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拜拜。